今天我们去偷听一下张老师讲课哈，看他到底跟学生们在嘀咕看这个 嘀咕的 video 的时候，说什么。我觉得特别有氛围感，特别有画面感。包括你看刚才我们看这个 video，他把嗯门打开了以后，嗯这里边这个效果，这个东西就是白给，嗯它所有道具都有了，it all makes sense。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校园灵异事件，那不就白拿吗？如果你想去拍电影，你想去拍一个车行，那你找一个车行就可以了。如果嗯，人家说这个车行说，不能在我们这儿拍，那我说那我能不能就是 film 一下，然后在影城里边复原，经常这么干，对吧？就是这么干的，对吧？很多。那为什么每次到了游戏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要有所谓的自己的设计？每一个房间都要显山露水的，都自己要抢 C 位。如果我觉得这一段说的真的是蛮对的。生活当中很多场景或者很多素材，很多能让我们去钻研的一些小的布局啊，一些小的道具组合呀，等等这些东西，它真的都是生活当中白给的。有时候你自己去想象去摆，你还摆不出那种自然的感觉。啊，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经常有时候会宁愿自己去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而不愿意去生活当中拿这些白给的灵感或者素材？我觉得可能是被我要设计，哎，这个概念给局限住了。实际上，把设计就想象成是一个非常天花乱坠，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，或者是堆砌感非常强，这个复杂程度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画面感光哈。的处理，它可以让冷光出来。这个东西不是说让你们用一个所谓的冷暖对比，或者是一个橙色跟蓝色的对比，你要从这个环节上看到更多的那个东西啊。它是说我有一个光效的对比，我有一个室内光，我左边是一个室内光，然后右边是一个室外光的反光啊，或者说是另外一个光源的一个反光。所以导弹组你们那个现在有天星的场景，现在有南总的场景。啊，南总那边已经做出了那个生活区，已经做了那个床。那么你的 layout，你的摆放有没有这种机会，让你的左手区全是暗区，然后让你的房子的开口在右边？如果你的 hallway 是很亮的，你的这个生活区，你的门是打开的或者是半开的，那你的门就可以反光。有高光，把外场景就是 hallway 的那个光。这一段张老师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。他选的这幅素材图哈，我觉得实际上大部分同学根本一眼都不会看，或者是看了2秒之后就把这个素材图直接就省略过去了，因为它很低清。像说实话，这个画面当中也没什么，一个大白墙上面有几个门，对吧？它是有一些冷暖的对比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读画面上给你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的话，它真的还是蛮少的，它也没有什么样的点睛之处。但是你借用这么一个框架，把自己想象到置身于这个空间当中的时候，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空间打造人哈，把自己像一个小人一样这么丢进去，然后你可以开始想象哪一个门我要把它再重新打开，哪一个门我要把它堵上，我要让什么样的光打进来等等。实际上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么样的3维空间当中，重塑所有的这个场景各个元素的关系，我觉得那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我放了。OK，你这个地方放了一个，你这个地方放了一个，嗯，我能提议，如果这个地方会有窗户，让它打在这儿吗？哦，这是楼下有个窗户。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窗户，但是可以，就是也许可以有，对吧？啊，就然后，假设说这儿来一个窗。嗯，嗯，我的设想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地理如果它没有这个，首先它没有闪电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个地方是一片漆黑，然后你知道的是，穿过这一片漆黑以后，eventually 你可以到那里就是安全的。嗯，这是一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告诉读者。然后，当他比如说打算往下走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闪电，然后这个地方会打出个影子来，暗示着在这个过程中，有危险。对你说哦，这个好可怕。说万一要是中间会有什么怎么办？然后你说啊，请不要担心，中间肯定会有危险，对吗？哪怕他的这个，他最后给你打在地上的这个投影，并不是一个树杈，像一个手一样，什么这种什么女巫啊，什么不是那种，只要他在地上打出一个闪来，那个地方有一个形体，哪怕是一个自动贩卖机之类的东西，它其实都是暗示你 in between the 2 points there's something。而且像这种情况，
套路化的不都是就是青少年对吧？然后这个地方闹鬼哦，然后几个人拿着手电筒就去探险啊，你害怕我不害怕，你是什么胆小鬼 whatever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应该有这种就是开始有一个情绪的 build up。一般来说他就会用一个女生 Oh my god，像这种情节，男主往往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孩子，然后男二是那种特嘚瑟的那个啊，长得又帅，头发又好看。张老师提到一个关键词哈，就是说我们在做 gameplay 或者是 gameplay 要想到或者很重要。我们作为艺术家或者是作为从事美术行业的人哈，在游戏业从事美术行业的人，我们往往会有这种第一反应、本能反应，就是把美术的这一块把它的比重想得非常非常的重。的确是哈，我觉得美术实际上是让人能对这个游戏一眼倾心的这么一个环节。但是游戏作为一个特殊的产品，它有它的特性，对不对？像如果好玩，你才能把这个游戏呢，让它的寿命更加的长嘛，让玩家继续的玩下去。那所以视觉这一环，你不能把它单独的拿出来去考量，而且你要考虑到游戏它有很多的部分，真的不光是它的玩法，比如说它的玩法的多样性，它解谜呀，还是更加偏动作呀，还是更加偏探险呐，还有等等里面这些它的这个特效啊怎么去穿插，它的音效怎么样去穿插，还有所有它的叙事方面的一些表达，还有它光影方面的一些表达，能不能去辅助、去支撑、去加持你想叙事的那一个最重要的环节？这些东西真的全部要统一全局的去这么考量，这样你的视觉效果的设计它才真正的有意义。如果把视觉的设计哈，它老单独的抽出来，我觉得它的设计呢是没有基础的，它是不稳的。好大，别把自己弄死哦 ，so big。其实你看，如果你的前脸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效果，它是2层楼，但是是2层这种政府大楼，好的。就行了。这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的死人了呀。那么大家通过以上的内容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上课时的这个课堂氛围呢？实际上，不管是纯理论还是纯画画，或者是两种的结合，在我们的经验看来，都不如这种以项目来带学生的方式，能让大家对各种的知识点更加的融会贯通。那以上呢所展示的，只是我们每一次对小组反馈其中一小部分的节选内容。好，每一次的时长，实际上整个时长是在1个小时以上的。那如果同学们想看更多的节选内容呢，请在评论区下面打1。如果在视频公开的1个星期之内，我们收到了10个或者以上的1，我和张老师呢就会挑选更多有趣的内容给大家观看哦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哟，拜拜。